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昨天分享的老式五仁的月饼啊，大家非常喜欢，播放量也非常的多。紧接着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广式的蛋黄月饼。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我们要准备250克的莲子，莲子分为白莲和红莲，这里最好选择用白莲。首先呢，我们就要把白莲洗干净，然后浸泡5个小时。泡好之后我们把莲子捞出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莲子心给它取出来，取好的所有的莲子我们把它放在一个锅中，重新把这个取好的莲子再洗一下，然后放入水没过这个莲子，放在锅中给它煮熟，大概煮20分钟左右就熟了。煮熟之后放凉捞出。这个时候我们取来一个搅拌棒或者是破壁机，把盆中的莲子和掉在桌子上的莲子给它打成泥儿。但是在打的时候特别的粘稠，我们可以加入一点点的水给它稀释一下，不需要加太多。满满的一盆莲子打完之后我们给它整理一下，把所有的莲子打成蓉状，全部倒入到这个炒锅当中。炒锅用小火去炒，莲子当中加入2种材料，100克的玉米油或者是100克的色拉油。把油和莲子搅拌均匀之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砂糖，视频中是加入了80克。然后我们进行漫长的翻炒，直至炒成这种均匀不粘锅、柔软有形态的这种柔软的馅料，这个白莲馅就炒好了，相对于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盛出来给它放凉。接下来我们就来制作月饼的皮儿。月饼的皮儿其实也是重点，观看的小伙伴一定要好好去学。同样是取来电子秤，取来一个稍大一点的碗，碗中先加入240克的糖浆，色拉油、玉米油2选其一，加入90克。然后我们要把糖浆和这个油搅拌均匀，搅拌到糖浆和油混合在一起，它们的颜色就会逐渐发白。这个时候要在里面加入2克的食用碱的碱水，然后接着搅拌均匀。然后取来340克的低筋面粉，少量多次的去添加，边添加边搅拌，每一次翻拌均匀之后再加入，大概加入4到5次，翻拌成一个均匀柔软不沾手的面团。然后我们要盖上一张小笼布，让它松弛20分钟。这里我们来准备这款月饼的灵魂，就是蛋黄。首先我们准备9个腌过的生鸭蛋，腌制好的这个生鸭蛋这个蛋黄打出来它就是一个固体。这里我们把蛋黄给它挑出来，一共是9个。首先蛋黄就是要去腥，在蛋黄上喷上一层高度的白酒，把腥味给它杀掉。喷好白酒我们静置一会儿，然后我们就要上锅把这个蛋黄蒸一下。蒸蛋黄的时间就是蒸锅中的水开之后蒸6到7分钟就可以。这样我们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由于我们做的是100克一个的月饼，皮儿是30克，馅儿是70克。这里我们一个蛋黄加上白莲，一共加起来是70克就可以了。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先做3个蛋黄全部包好之后，我们来称月饼皮，30克一个。看过昨天发布的5仁馅的月饼视频的小伙伴3比7的这个比例比较难包一些，如果包不进去我们可以按照5比5的比例去包。包好的月饼不用像昨天做5仁那样去滚一层干面粉了，可以直接上模具给它压出来，这样我们白莲蛋黄馅的月饼就做好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再去做紫薯蛋黄馅的，这里也是做3个，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可以。同样我们还可以再做红豆沙蛋黄馅的月饼。馅料的制作在后续的几天会持续更新，这里就不给大家单独展示了。
全部做好之后啊，我们后面的步骤啊，就是我们要先从月饼上喷上一层薄薄的水雾。烤箱的温度设定是先预热烤箱，上火200度，下火200度，放在烤箱的上层烤12分钟左右。取出来放置20分钟，给这个月饼降一下温度。趁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调一下蛋黄液。昨天已经讲过了，蛋黄液的配比是3个蛋黄1个全蛋，但是蛋黄当中一定要加入少许的盐，这样可以让蛋黄更加稀释。刷在月饼上之后月饼的颜色会更加好看。刷好蛋黄液的月饼继续放入到烤箱，然后接着烤10分钟左右就可以出炉了。做出来的蛋黄月饼每一个里面都是一个新鲜的鸭蛋黄，很多小伙伴肯定特别爱吃这样的月饼。好了，今天的广式蛋黄月饼就分享到这里，明天就会给大家分享苏式月饼的做法，是一个特别好吃的馅料，我们明天揭晓。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